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猪排，我完全不夸张，这个猪排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猪排。我现在来到八尾这边，八尾市，我等下去找一家传说中就是非常好吃的炸猪排。就是我在规划这个行程之前，完全没有听过这个地方。这地方其实还蛮荒凉，就是不是在那么市中心啊。这个地方其实没有那么在市中心，所以我就坐蛮久的车跑来这边的。就因为南部那边非常热闹，从那边过来就觉得，现在完全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。真的很安静，路上都非常的安静。那南部那边就超级热闹。然后其实现在餐厅已经开了，可是我本来想说要早点排队，结果混一混又太晚出门了。Tonkatsu是一家猪排专卖店，店名的法文是吃猪排的意思。店面不大，很容易不小心错过。看到店门前没有人排队，心中还暗暗高兴。没想到，我现在赶到这边了，现在11点10分，可是我发现我已经要排队排2个小时，他叫我1点半再回来，所以我先可以找点东西来吃好了。他11点才开店啊，然后可是已经里面都坐满，然后我本来想说外面没人排队，好好可以进去了，不用等很久。结果他是要等2个小时之后才能吃，所以我打算先去坐车去别的地方吃东西，然后等下再回来。至于我去吃了什么，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。店内空间不大，全部为吧台座位。为了不要打扰其他客人，只能拍摄眼前的画面。黑板上面撒着细盐，是为了让客人能够更适量的沾取。从这点可以看出老板对味道的坚持。搭配炸猪排的高丽菜沙拉，配上浓厚的酱料，开胃又解腻。而切得极细的高丽菜丝，让口感更加的温柔而轻盈。猪排的酱料有洋葱蔬菜酱和猪排酱。Tokyo X 里脊和菲力同时上桌，菲力也就是小里脊的部位。好吧，我承认我不小心点太多了，不过这完全是个美丽的错误。虽然刚才已经吃了分量还不少的食物，但这诱人的猪排一上桌，依然激起了食欲的共鸣。第一口当然要先沾盐试试。较粗的面包粉让面衣更加酥脆，但内部却软嫩多汁到不可思议。真要我说这个猪排的话，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猪排。我完全不夸张，这个猪排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猪排。事先腌制过的猪里脊本身味道已十分足够，黑盘上的薄盐提供的是不同层次的咸味，完美保留的肉汁和鲜甜，冲击着我对猪排的所有理解。在口中久久不散的风味，让我不禁想着我以前到底吃的是什么啊？酸甜中带着浓厚洋葱味的酱汁，不是为了增加猪排的味道，更像是转换客人味蕾感受的角色。菲力和里脊一样，有经过事先腌制，但腌制的风味和里脊完全不同，直接吃就非常够味。
你知道它腰那肉看起来好像很熟、很老，它是完全一个入口即化的状态。在你的视觉的先入为主的感觉里面，跟它实际上吃起来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它根本就是可以用筷子剥开的状态，非常的软。老实说，我现在不是很想要讲解或者拍摄，因为这实在太好吃了，我很想要认真的把它吃完。Tonkatsu Manga 的猪肉选用非常的好，主厨的炸工也十分高强，即使已经炸到全熟，还是十分的软嫩多汁，而且保留了所有的鲜甜。外层的面衣很薄，但口感酥脆，不会因为肉汁而软烂。开放式的厨房可以直接看到主厨处理食物的情况，每一块猪排都是主厨亲手敲过后裹粉油炸，一边处理猪排，还会一边注意客人的用餐情况。从主厨的眼神中，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对料理的坚持，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可以做出这么好吃的猪排。柠檬是油炸食物的好伙伴，挤上一点即可添加清爽的酸味和香气。放在一旁的芝麻叶味道苦涩，本来以为是用来解油腻的生菜，但是配上炸猪排后，却交织出全新的风味。虽然离市区比较远，但 Tonkatsu Manga 带给我的冲击和满足，完全值得专程跑来一趟，只为了那让人魂牵梦萦的美味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订阅、分享，然后按赞哦。然后记得帮我按下面的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会收到我最新的讯息。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一起讨论你喜欢怎么样的影片哦。